全球多地出现人咬人事件，请大家务必待在家中。这是我听到的最后一条新闻。接着，丧尸像潮水般涌入街头，72小时内全球城市沦陷。新闻里还在重复，封锁线正在建立，军队即将控制局势，但实际上封锁线早已被突破，电台断了，手机打不出去，互联网消失了。唯一的新闻只剩下窗外那些腐烂扭曲的人形怪物。我是李维，一个在丧尸爆发后活下来的幸存者。如果你看到这份记录，说明外面的世界可能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我想告诉你们，当病毒爆发的那个周二下午，我们是怎么一步步失去一切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天早上其实已经有征兆了。2024年3月12日，周二下午2点47分，我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我正在看工位右下角的电子时钟，等着下午3点的例会结束，好去楼下便利店买杯咖啡。那时的我还在为房租发愁，为项目延期焦虑，为周末要不要回老家看父母纠结，多么奢侈的烦恼。第一个异常信号来自微博热搜，机场暴力事件突然空降热搜。第3点开一看，都是一些模糊不清的视频，手机像素不高，画面摇晃得厉害，只能听到尖叫声和什么东西在撞击的声音。评论区吵成一片，又是精神病，看起来像吸毒过量。兄弟们，这人的眼睛不对劲啊！假的吧？现在为了流量，什么都敢拍。我当时也觉得是假的，或者最多就是某个精神病患者发作被过度炒作了。第二个异常信号是我同事老张，老张坐我斜对面，35岁，有老婆孩子，平时话不多，但今天一直在呼吸困难，那种很深很响的喘息，像是要把肺咳出来一样。下午3点15分，例会刚结束，老张突然趴在桌子上。张哥，没事吧？坐他旁边的小王问，老张抬起头，脸通红，额头全是汗，有点发烧，可能感冒了。他的眼睛很红，不是熬夜那种红，而是布布满血丝的红，像是血管都要爆裂了一样。要不回家休息吧？我说不行，这个项目明天要交。老张摇摇头，继续敲键盘，但我注意到他的手在抖，敲字的速度比平时慢了很多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可能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感染者。第3个异常信号是朋友圈。下午4点多，我表姐梅子发了条朋友圈：医院今天好奇怪，急诊科排队的人特别多，很多人都在发烧、呼吸困难，护士都戴双层口罩了。梅子是市中心医院的药剂师，她很少发这种工作相关的朋友圈。我点了个赞，没多想。那时候我们都还生活在正常世界里。真正让我警觉的是下午4点43分，老张突然站起来，椅子被他撞得发出刺耳的声音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他站在那里，身体在轻微摇晃，像喝醉了一样，汗水从他脸上滴下来，滴在键盘上。张哥，小王伸手想扶他，老张转过头，我看到了他的眼睛，那不是人类应该有的眼睛，瞳孔极度扩散，眼神空洞而毫无焦点，像是灵魂已经离开了身体。那一刻，我知道站在我面前的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张哥了。我很热。他的声音很奇怪，像是嗓子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小王刚碰到他的胳膊，老张突然抱起，一把推开小王，力气大的惊人。小王直接撞到了后面的柜子上，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了。老张开始在办公室里乱转，双手胡乱抓着什么，嘴里发出低沉的呻吟声。他撞翻了水杯，踢倒了垃圾桶，额头撞在了玻璃隔断上，血顺着玻璃流下来，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。快叫救护车！有人喊，叫保安。我掏出手机，手在发抖，不是害怕，是一种说不出的恐惧。本能告诉我，这不是简单的疾病发作。老张突然停下来，转头看向我们，血从他额头流到脸上，混合着汗水，看起来像个恶魔。然后他笑了，那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恐怖的笑容，咧到耳根，露出所有牙齿，但眼睛里没有任何情感。热，好热。他说着开始脱衣服，先是外套，然后是衬衫。保安这时候赶到了，2个人想控制住老张，但他力气大得不正常，一个人根本按不住。3个人在办公室里扭打，桌椅倒了一地。我趁乱刷新了一下微博，热搜榜已经变了。第1条，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暂停接诊。第2条，机场疑似暴力传染病例。第3条，多地出现类似症状患者。我的手心开始出汗，点开第1条热搜，有人拍了医院门口的视频，急诊科门口拉起了黄色警戒线，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在喷洒消毒液。评论区有人说，我朋友就在那个医院，说上午开始就有很多人突然发病，症状很奇怪。官方还没发通告吗？我爸今天也发烧了，症状跟视频里一样。保安终于控制住了老张，但花了4个人的力气。他们用胶带把他绑在椅子上，但老张还在挣扎，椅子被拖得到处移动。最恐怖的是，他一直在笑，一直在说热。救护车来了，医护人员穿着全套防护服，像处理核辐射一样小心。他们给老张打了镇静剂，但用了平常人2倍的剂量，才让他安静下来。这是什么病？不清楚。上级要求所有类似病例都要隔离观察。传染吗？医护人员没回答，但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面罩，最好都戴上，避免接触。老张被抬走后，办公室里一片狼藉，玻璃隔断裂了，血迹还在上面，空气中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不是血腥味，而是一种甜腻的、让人作呕的味道。经理让我们提前下班，办公室要消毒。下午5点半我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手机震了一下，是梅子发来的微信。喂，你们公司今天有人发病吗？有，怎么了？医院这边情况不太对，院长刚开了紧急会议，你最好去超市买点东西囤着，可能要……算了，你早点回家吧。他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了，这很不像梅子的风格。他一向说话直接，从不吞吞吐吐。我走出办公楼，街上看起来还很正常，车流如织，人来人往。
路边的奶茶店还在排队，但我注意到戴口罩的人比平时多了很多。地铁里也是，平时只有零星几个人戴口罩，今天至少有一半人都戴着。我坐在地铁上继续刷微博，热搜又更新了。卫健委紧急会议建议民众减少外出，症状高烧、意识模糊、攻击性行为。最后一条让我心跳加速。攻击性行为这个词用得很谨慎，但结合今天看到的，我开始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地铁到站了，我住在老城区，一个建于90年代的小区，楼道很窄，没有电梯。我住4楼，爬楼梯的时候，我听到3楼的王阿姨在呼吸困难，很响很急促，就像老张那样。我加快了脚步。回到家，我立刻反锁了门，还加了防盗链，然后打开电脑搜索今天发生的事情。网上的信息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混乱。疑似新型病毒爆发，感染者出现暴力倾向，传播速度极快，官方正在调查源头，但官方一直没有正式通告。晚上7点，梅子给我打电话，喂，听我说，现在立刻去超市买东西，买够1个星期的。到底怎么了？医院下午接了30多个病例，症状都一样，高烧、意识混乱，然后就失去理智，攻击所有靠近的人。我的手握着电话开始出汗。那现在呢？都被隔离了，但是微，我觉得这次不一样。今天下午有个感染者在失去理智之前跟我说话，他说他知道自己在发生什么，但是控制不了，他求我杀死他。电话里传来他哭泣的声音。还有，感染速度太快了，早上接诊的医护人员，下午就有人开始发烧。我感觉血液在往头顶涌。你没事吧？我还好，但是微，如果这个病真的会大面积传播。他没说完，但我们都明白意思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外面很安静，安静的不正常。平时这个时间，楼下应该有孩子在玩闹，有大妈在聊天，今天什么声音都没有。我走到窗边往下看，小区里确实没什么人，只有几个匆匆走过的身影，都戴着口罩，步伐很快。楼对面的老刘家窗户开着，我能看到他在客厅里踱步，不停地打电话。他的妻子坐在沙发上，低着头，肩膀在颤抖。我想起梅子的话，决定去超市。晚上8点，我下楼准备去超市，刚走到楼下就听到有人在哭，是3楼的王阿姨，她坐在楼道里抱着膝盖，像个孩子一样哭泣。阿姨，怎么了？我停下脚步，她抬起头，眼睛红肿。小李，我老头子，他发烧了，我不敢靠近他。那快送医院啊！医院不收了。她的声音绝望得让人心疼。我打了120，他们说让我们自己隔离，等通知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小李，你说他会不会变成新闻里那样？如果他真的，我该怎么办？王阿姨抓住我的胳膊，我看着她恐惧的眼神，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。如果你最亲近的人感染了，变得不再是他自己，你会怎么办？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思考，当文明的外壳剥落后，我们还剩下什么？现在我知道答案了，我们什么都不剩。写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不得不停下来抽根烟，因为我想起了那天晚上站在王阿姨面前的自己是多么无知，多么天真。我以为这只是一场会过去的感染事件，我以为官方会控制住局面，我以为人性在考验面前会选择善良，我全都想错了。第2天，王阿姨的老头子开始撞门，到了第3天，声音就停了，但那是后话了。我从超市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10点了，2个小时，我只买到了半袋子东西，几盒泡面、一些罐头、2瓶水。超市里的人比白天多了1倍，每个人都在疯狂的抢购。方便面的货架已经空了，冷冻食品区被扫荡一空。收银员是个20多岁的女孩，戴着双层口罩，手套都湿透了，她的眼神很紧张，不停地看向门口。小姐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我问她，不知道，但是老板让我们明天开始停业，听说官方要宣布什么紧急状态。她压低声音回到楼下，王阿姨还坐在那里，但她不哭了，只是呆呆地看着楼梯口。王叔好些了吗？我问她，摇摇头，不让我进去，他把门从里面锁了，说怕传染给我。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害怕。但是小李，我听到他在里面自言自语，说的话我听不懂。我提着购物袋想上楼，但王阿姨突然抓住了我的手。小李，如果他真的变了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，我想说不会的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阿姨，先别想这些，也许明天就好了。多么苍白的安慰。回到家，我把买来的东西分类整理，手机一直在震动，微信群里消息爆炸般涌出，大学同学群。兄弟们，我们这边医院已经封锁了。我爸的工厂今天提前放假，说要等通知。有人知道到底是什么病吗？家族群妈妈。喂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新闻上说城里有感染事件。二姨。我们这边超市都抢空了，你囤点东西。表弟。哥，网上说这病会让人发疯，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，说实话会让他们恐慌，撒谎又良心不安。最后我只回了句我很好，你们也注意安全。晚上11点，梅子又给我打电话，她的声音比下午更疲惫。喂，医院的情况越来越糟，今天收治的患者已经超过100人了。官方什么时候会有正式通告？不知道，但是刚才院长开会说让我们做好准备，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。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。梅子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传来他颤抖的声音。喂，
我今天亲眼看到一个病人，他在完全失去理智之前，用指甲在墙上刻字。知道他刻的是什么吗？我等着他继续说。他刻的是杀死我。我感觉房间里的温度突然降了几度。还有，感染科的刘主任今天下午开始发烧，他是最早接触病患的医生之一。维维，如果连医生都防不住……他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明确。如果连穿着防护服的医生都会被感染，那普通人还有什么希望？梅子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我会的，但是维维，我有个不好的预感，明天可能一切都会改变。挂了电话，我在房间里踱步。外面的城市比平时安静得多，但这种安静让人不安，就像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午夜时分，我被一阵撞击声惊醒，很有节奏的撞击声从楼下传来，咚咚咚，每一下都很沉重，像是有人在用身体撞门。我穿上衣服，轻手轻脚地走到门边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楼道里黑乎乎的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撞击声还在继续，咚咚咚。我意识到那是从3楼传来的，王阿姨家。我的手机显示凌晨12点47分，我拨通了王阿姨的电话，但没人接。撞击声突然停了，楼道里安静的可怕，安静的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，然后我听到了脚步声，很慢很重，在楼梯上一步一步的响着，有人在上楼。我趴在猫眼上，努力想看清楚是谁。楼道的声控灯突然亮了，我看到了一个人影，是王叔，但那不像是王叔，他光着上身，身体摇摇晃晃，像喝醉了一样。最可怕的是他走路的方式，每一步都很用力，像是要把楼梯踩碎。他的脸，我永远忘不了他的脸，皮肤异常苍白，眼睛失去了神采，嘴巴半张着，像是连呼吸都变得困难。他在我家门口停下了，我屏住呼吸，手死死握着门把手。透过猫眼，我看到他转过头，直直地盯着我家的门。那一刻，我确信他知道我在里面。他开始敲门，不是正常的敲门，而是用拳头砸1下、2下、3下，每一下都震得门框在颤抖。我推到客厅，拿起了菜刀，手在发抖，刀差点掉在地上。敲门声突然停了，我等了5分钟、10分钟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我重新走到门边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楼道里空无一人，王叔不见了。我不敢开门，只能给梅子发微信。梅子，我楼下的邻居可能感染了，他刚才来敲我的门。过了10分钟，梅子回复：千万别开门，如果确定是感染者，他们会失去大部分理智，但保留一些本能，包括寻找活人的本能。那我该怎么办？等天亮，看看情况再说。还有，准备一些武器，以防万一。武器这个词让我意识到世界真的变了。昨天我还在担心项目进度，今天我要考虑怎么保护自己，不被邻居杀死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握着菜刀，等待天亮。凌晨3点，楼下传来了尖叫声，是女人的尖叫声，撕心裂肺，然后戛然而止。我想那可能是王阿姨。凌晨4点，我听到有汽车在外面快速驶过，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很刺耳。凌晨5点，隔壁开始有人呼吸异常，很响很急促，就像昨天的老张。凌晨6点，呼吸异常声停了，开始有撞墙的声音。我意识到感染正在以我无法想象的速度扩散。天亮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条官方短信：紧急通知，本市出现不明原因疾病爆发，官方正在全力应对，请市民减少外出，避免聚集出现体温过高等症状立即隔离。详情请关注官方通告。短信来得太晚了，我打开窗户往外看，街上几乎没有人，只有偶尔开过的汽车，速度都很快，像是在逃跑。楼对面的老刘家窗户开着，但看不到人。昨天还在打电话的老刘不见了。我想给王阿姨打电话，但想起昨晚的尖叫声，又放下了手机。上午8点，梅子给我打电话：喂喂，医院已经完全封锁了，昨晚又有7个医护人员出现症状。那你呢？你还安全吗？目前还好，但是维维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官方刚刚下达了指令，所有确诊患者不再收治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如果有人感染了，医院不会救治，只能自生自灭。他的声音很沉重。维维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明白吗？我明白，这意味着官方已经放弃了。还有，从今天中午开始，全市进入紧急状态，所有人必须居家隔离，禁止外出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窗边，看着外面空荡荡的街道。中午12点，我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，很轻很小心，像是有人在偷偷摸摸的走路。我贴着门听了一会儿，确认那是人类的脚步声，不是昨晚王叔那种沉重的步伐。有人在轻轻敲我的门。小李，是我，王阿姨。我透过猫眼看，确实是王阿姨，她还活着，但她的样子很可怕，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有血迹，衣服也撕破了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我隔着门问。小李，求你开门，我害怕。她的声音在颤抖。我老头子，他变了。我犹豫了，梅子说过不要相信任何人，包括熟悉的邻居，但看着王阿姨可怜的样子，我又于心不忍。阿姨，你有没有发烧？有没有呼吸异常？没有，小李，我真的很害怕，能不能让我进去坐一会儿？我看着他通过猫眼，他的眼神很清澈，不像感染者那样混乱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后还是打开了门。王阿姨冲进来，紧紧抱住我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小李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了！阿姨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她坐在我的沙发上，浑身发抖。昨天晚上，我老头子开始撞门，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想出来就想开门，但是隔着门我听到他说话，那不是他的声音。他说什么了？他说：饿，好饿，让我出去。
但是小李那个声音就像野兽一样。王阿姨抱着头继续说：“我不敢开门，就在客厅里坐了一夜。到了凌晨，撞门声停了，我以为他好了，就去敲卧室的门。他停下来，身体颤抖得更厉害。门开了，他站在那里看着我。小李，那不是我老头子了，他的眼睛就像死人一样。然后他就扑向我，我感觉背后发凉。那你怎么逃出来的？我推开他，跑到厨房拿了菜刀，他跟着我，但是动作很慢，很笨拙。他说不下去了，只是哭。我想我知道他做了什么。阿姨，你做得对，那已经不是王叔了。但我心里其实很乱。如果是我能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举起刀吗？王阿姨在我家待了1个下午，她告诉我，楼里至少有3户人家出现了类似情况。2楼的小夫妻昨晚一直在吵架，声音很大，但今天一点动静都没有。5楼的独居老人从昨天开始就在门上贴报纸，说是要防止病毒进入。小李，你说这到底是什么病？怎么传播的这么快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官方的解释说是不明原因疾病，但我觉得这比任何已知的疾病都要可怕。下午4点，王阿姨准备回到自己家。阿姨，你确定要回去吗？那里总得面对的。她的眼神很坚定。而且小李，我不能一直麻烦你，万一我也……他没说完，但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。送走王阿姨后，我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处境。食物只够3天，水也不多。楼里的邻居不知道还有几个是正常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知道这种病会持续多久。晚上6点，我收到了官方的第2条官方通知，全市已进入1级紧急状态，所有市民必须居家隔离，任何外出行为都将面临严重后果。食物和药品将由官方统一配送，请保持冷静，等待进一步通知。官方统一配送。我看着手机里仅剩的几包泡面，觉得这个承诺太不靠谱了。晚上8点，我听到楼下有汽车声，透过窗户往外看，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楼下，车上下来3个人，穿着防护服，抬着一个担架，他们进了我们楼。10分钟后，他们抬着担架出来了，担架上有个人用白布盖着，我猜那是2楼的小夫妻中的一个。晚上10点，王阿姨敲我的门：“小李，我决定离开这里。”去哪里？回老家。我在这里只会等死。我理解他的选择，但也知道路上会更危险。阿姨，现在外面……我知道很危险，但小李留在这里也是等死。至少回老家，我还有个念想。他把他家的钥匙给了我。如果你需要什么东西，可以去我家拿。还有，这是我老头子留下的。他递给我一把刀，一把很长的菜刀。小李，你要记住，如果有人感染了，不要犹豫，犹豫就会死。第2天早上，王阿姨就走了。我透过窗户看着她拖着行李箱走向街口，身影很小，很孤独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。上午10点，我收到梅子的短信：“维维，医院彻底沦陷了，我和几个同事准备转移到其他地方，你要保护好自己。”你们去哪里？不知道，但这里不能待了。维维，如果我们再也联系不上，你要记住，相信你的直觉，不要相信任何人活下去。看着这条短信，我意识到我可能要独自面对接下来的一切了。中午楼道里开始有奇怪的声音，不是人类的脚步声，而是一种拖拽的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地上爬行。我透过猫眼往外看，楼道里黑乎乎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外面，而且不止一个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是我最后一次觉得自己还有选择权。从第3天开始，选择权就不再属于我了，它属于那些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东西。写王阿姨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那把刀，她给我的那把刀，后来救了我的命。但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开门让她进来，她是不是就不会死？这个问题折磨了我很久。在末日里，善良往往是致命的，但失去善良，我们还算人吗？我至今没有答案。第3天，我被饿醒了，胃在抽搐，脑袋发晕。我摸索着爬起来，检查剩余的食物：1包泡面、半罐午餐肉、2瓶水。如果省着点吃，还能撑2天。但官方承诺的食物配送在哪里？我打开手机，信号很弱，网络时断时续，微博上充斥着各种混乱的信息。官方食物配送是假的，他们已经撤退了。某某区发现大规模感染，整个区都被封锁，有人组织自救团队在 XX 地点集合。最让我在意的是一条微博：亲眼看到感染者会伪装成正常人，大家千万小心。伪装？我想起2天前王阿姨来敲门的情形，背后冒出冷汗。如果感染者真的能伪装，那我怎么分辨谁是可以信任的？上午9点，我听到楼下有人说话，是正常的人类对话，不是感染者那种无意识的呻吟。我透过窗户往下看，有3个人站在楼下正在讨论什么，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是楼对面超市的老板，姓陈。另外2个是陌生面孔，一男一女，看起来像一对夫妻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打开窗户。陈老板。他们抬头看向我，陈老板挥了挥手：“小李，你还好吧？”“还行。”“你们在讨论什么？”那个男人回答：“我们想组织一下，大家互相照应，你愿意加入吗？”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团结确实比独自生存更安全。我下来。我收拾了一下，带上王阿姨给我的那把刀，下楼去见他们。陈老板介绍了另外2个人，男的叫张伟，女的叫李娜，是一对夫妻，住在隔壁小区。他们的小区已经沦陷了，所以跑到这边来。沦陷是什么意思？我问张伟，的脸色很难看。昨天晚上，我们小区里有1半的人都变了，他们开始攻击正常人。我和老婆趁乱跑出来的。李娜补充，最可怕的是，有些感染者看起来还很正常，会说话，会思考，
但他们已经不是人了。这证实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信息，感染者确实在进化，变得更加狡猾。陈老板说，所以我们要团结起来。我的超市里还有一些物资可以支撑我们一段时间，但需要有人帮忙运输和守卫。你们有什么计划？张伟掏出一张纸，上面画着简单的地图。我们准备把这几栋楼连接起来，建立一个安全区，用路障封锁入口，安排人轮流守夜。这听起来很合理，比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要安全得多。我同意。我们花了一上午时间制定详细计划，陈老板负责提供物资，张伟夫妇负责防卫，我负责收集信息和联络其他幸存者。中午我们开始行动，首先是搬运物资。陈老板的超市在1楼，我们把能拿的食物和水都搬到了我住的楼里。4个人合作效率很高，2个小时就搬完了。然后是联络其他幸存者，我们挨个敲门，确认谁还活着，谁还正常。结果让人沮丧，12户人家只有4户有回应，其中2户明确拒绝加入我们，说要独自行动。另外2户愿意合作，但要求我们提供更多物资。人心散了。陈老板摇摇头，平时邻里邻居的，现在都不信任。下午3点，我们遇到了第一个真正的问题。5楼的独居老人老徐同意加入我们，但他有个条件，他要带着他的朋友一起。什么朋友？张伟问。老徐支支吾吾，就是我老伴，他病了，但还没有完全。我们面面相觑，李娜直接问，他感染了？还没有。老徐激动起来，他只是发烧，还能说话，还认识我，你们不能抛弃他。这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道德选择。张伟的态度很明确，不行，万一他真的感染了，会害死我们所有人。但他还是认。老徐哭着说，他是我老伴，我不能丢下他。陈老板试图调解，要不我们先看看情况，如果他真的还正常，看情况。张伟打断他，你见过感染者是什么样子吗？一开始他们看起来都很正常，等你发现不对劲的时候就晚了。我站在一边不知道该支持谁，理智告诉我张伟是对的，但看着老徐绝望的表情，我又于心不忍。最后李娜做出了决定，我们可以让他们住在顶楼，单独隔离，如果他老伴真的没问题，过几天再说。这个提议看起来很公平，但老徐摇头，不行，我老伴需要照顾，他现在连水都喝不下去了。那更说明他已经……张伟开始说，但被陈老板制止了。老徐，要不这样，我们给你一些药和食物，你们夫妻俩单独住一个房间，但不能和我们有任何接触。老徐考虑了很久，最后点点头。这个决定后来差点害死我们所有人。晚上6点，我们建立的安全区初具规模，1楼大门被我们用桌椅堵死，只留一个小洞用来观察外面。楼梯口也设置了路障。我们4个人住在3楼和4楼，老徐夫妇住在6楼。物资暂时够用，大约能支撑1个星期的食物，足够的水，还有一些药品。张伟找到了一台对讲机，可以和外面的其他幸存者联系。李娜负责做饭，手艺不错，她用罐头和方便面做了一顿还算丰盛的晚餐，感觉好多了。陈老板说，有伴总比一个人强。我也有同感，这2天的孤独和恐惧几乎把我逼疯了。现在有了同伴，至少可以说话，可以分担压力，但这种安全感很快就被打破了。晚上8点，我们听到外面有声音，不是感染者那种无意识的呻吟，而是有人在喊话。里面有人吗？我们是幸存者，需要帮助。张伟透过门上的小洞往外看，3个人看起来很正常。让他们进来吗？李娜问。我们又面临选择，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安全保障，但也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和资源消耗。先问问情况。陈老板建议张伟对着门外喊，你们从哪里来？身体怎么样？外面回答，我们从东区来，那边已经完全沦陷了。我们3个人都很健康，没有任何症状，求求你们让我们进去，外面太危险了。声音听起来很真诚，很绝望。李娜说，如果是我们在外面，也希望有人帮助。但张伟摇头，谁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正常？万一其中有感染者，那我们怎么分辨？我问这个问题，没人能回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变成了生死攸关的技能，但我们都是业余的。最后，陈老板提出了一个方案，让他们在楼下过夜，明天早上再决定。如果他们真的正常，一晚上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。外面的人同意了，我们给他们扔下去一些食物和水，然后各自回房间休息。但谁都睡不着。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动静，楼下偶尔传来说话声，都很正常，但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午夜时分，说话声停了，我以为他们睡着了，但过了一会儿，我听到了脚步声，很轻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人在楼下走来走去。我起床走到窗边，试图看清楚外面的情况。借着月光，我看到3个人影在楼下活动，他们的动作很奇怪，不像正常人在休息，反而像是在巡逻。其中一个人影突然抬头，直直地看向我的窗户，即使隔着距离，我也能感觉到那种目光的异常，那不是人类应有的目光。我赶紧躲开窗户，心跳如鼓。凌晨2点，楼下开始有其他声音，像是有更多的人来了。我听到低沉的交流声，还有一些我听不懂的奇怪声音。我意识到那3个幸存者可能是诱饵，他们在召集其他感染者。我轻手轻脚地走到张伟的房间，敲了敲门。张哥，醒醒！门很快开了，张伟也没睡着。怎么了？楼下不对劲，我觉得那3个人
话没说完，楼下突然传来巨大的撞击声，有什么东西在撞我们堵住的大门。张伟立刻叫醒了陈老板和李娜，我们4个人聚在3楼，透过楼梯间的窗户往下看，楼下至少有10几个人影，他们围着我们的楼，有的在撞门，有的在找其他入口，但他们的动作协调的不像是无意识的感染者。妈的，我们被骗了！张伟咒骂道。李娜的脸色苍白，他们是感染者，但还保持着一定的智能。这比完全失智的感染者更可怕。他们知道如何合作，知道如何设陷阱。撞门声越来越响，我们堆在门口的桌椅开始松动。怎么办？我问。陈老板指着楼顶，从楼顶走，跳到隔壁楼。那老徐他们呢？李娜问。我们都沉默了。6楼的老徐夫妇根本跑不了，他老伴连路都走不稳，顾不上了。张伟说，我们自己能活下来就不错了。但李娜摇头，我去叫他们。别去。张伟抓住他，万一他老伴真的感染了，你这是送死。那也不能抛下他们。李娜挣脱张伟向楼上跑去，楼下的撞击声更响了，伴随着木头断裂的声音。我们的防线快要失守了，陈老板拉着我走，别等了。但我不能抛下李娜，不管她的决定是对是错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去送死。你们先走，我去接她。我冲上6楼，看到李娜正在敲老徐的门。老徐，快开门，我们要撤退了。门开了，老徐探出头，怎么了？楼下有感染者，我们要从楼顶走。你老伴怎么样？能走吗？老徐看了看房间里，他好像更严重了，一直在发烧，说胡话。我的心沉了下去。从老徐的表情看，他老伴可能已经……老徐，我们必须走了。我说，但是我老伴带上他一起走。李娜说，我想阻止他，但楼下传来了木头彻底断裂的声音，他们进来了。我听到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，很多双脚正在往上爬。没时间了，我拉着李娜，老徐，快决定。老徐犹豫了1秒，然后点头。我背着他。我们冲进老徐的房间，我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老伴。他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眼睛紧闭，呼吸很急促。但最让我不安的是他身上的味道，一种甜腻的、腐败的味道。老徐背起他，我们向楼顶跑去。脚步声已经到了3楼，很快就会追上来。楼顶的门锁着，张伟正在用斧头砸锁。陈老板站在楼梯口警戒，快点！我喊，锁终于被砸开。我们冲上楼顶，隔壁楼的楼顶距离我们大约3米，中间是5层楼高的空隙。张伟已经跳过去了，在对面招手，快，一个一个来。陈老板第2个跳也成功了，轮到李娜，她助跑几步，纵身一跃，在空中的那一瞬间，我以为她跳不过去，但她抓住了对面的楼檐。张伟和陈老板拉她上去，现在轮到我们了。楼梯间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感染者快要冲上来了。老徐，你先跳，我帮你接住你老伴。我说，但老徐摇头，我不能丢下他。那我们一起跳。小李，我老了，跳不过去的。老徐的声音很平静，你先走吧。楼顶的门被撞开了，第一个冲出来的感染者让我永生难忘，那是昨天晚上来求助的3个人之一，但他已经完全变了，皮肤苍白如纸，眼睛深陷，嘴角流着黑色的液体。他看到我们发出一声类似野兽的嚎叫，更多的感染者涌上楼顶，我来不及多想，抱起老徐的老伴就向对面跳去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时间变慢了，我在空中感受着重力，看着下面黑洞洞的空隙，心想如果掉下去就死定了，但我跳过去了。张伟和陈老板接住了我，我把老徐的老伴交给李娜。老徐呢？李娜问。我转身看向对面楼顶，老徐站在楼檐边，身后是10几个感染者。他没有尝试跳跃，而是转身面对那些怪物。老徐！李娜喊。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笑了笑，然后纵身跳向了楼下，不是跳向我们，而是跳向了死亡。我想他是不愿意成为我们的负担，也不愿意看着自己慢慢变成怪物。这是我见过最有尊严的死亡。楼顶上的感染者没有追过来，他们似乎不具备跳跃的能力，但他们站在对面，静静地看着我们，那种目光让我毛骨悚然。他们在学习。我们必须离开这里。张伟说，他们迟早会找到过来的路。我们4个人抱着老徐奄奄一息的老伴，在陌生的楼顶上商讨下一步计划。城市的夜空中不时传来尖叫声和爆炸声，文明正在一点一点崩塌，而我们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幸存者，在黑暗中寻找一线生机。李娜检查了老徐老伴的情况，然后悄悄对我们说，他可能撑不过今晚了。我看着这个陌生的老人，想起刚才为了救他而牺牲的老徐，值得吗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因为在末日里，人性的价值本身就是个问题。老徐的死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什么叫选择的重量。后来每当我面临类似的选择时，都会想起他最后的那个笑容，那不是绝望的笑，而是解脱的笑。他选择了用死亡来保护自己的尊严，也保护了我们。但李娜的选择呢？为了一个陌生的老人，他差点害死我们所有人。这种选择是善良还是愚蠢？我至今还在思考这个问题。老徐的老伴在第2天凌晨死了，他走得很安静，没有变成那些怪物。李娜握着他的手，感受着最后的体温慢慢消失。至少他是作为人类死去的。李娜轻声说，我们在天台上为他举行了简单的告别仪式，没有鲜花，没有墓碑，只有4个疲惫的幸存者和一个已经不存在的文明的最后一点仪式感。张伟用床单包好尸体，我们把他推下了楼。在末日里，连死亡都变得匆忙而草率。
这栋楼比我们之前的据点更加破旧，是一栋老式居民楼，很多房间都是空的，到处都是灰尘和蜘蛛网。但它有个优势，楼下的商店里还有一些物资。我们花了一上午搜刮，找到了一些罐头、饼干和瓶装水，不多，但能让我们再撑几天。下午，张伟调试对讲机时，收到了其他幸存者的信号。这里是东区避难所，有人收到吗？声音很清楚，听起来像是一个中年男人。张伟回应：收到，这里是4名幸存者，位置在中心区域。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？我们这里有20多个人，建立了相对安全的据点。如果你们愿意，可以过来会合。20多个人，这听起来太诱人了。他们在哪里？李娜问对方，报出了一个地址，距离我们大约5公里，不算远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5公里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。值得冒险吗？陈老板问我们，讨论了很久，支持的理由，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强的防御力、更多的资源、更好的生存机会；反对的理由，路上充满未知危险，而且我们不知道那些人是否真的可以信任。最后，张伟做出了决定，我们去，但要小心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开始准备转移，每个人带上必需品、食物、水、武器。我还带上了老徐给我的那把菜刀和从老太太房间里找到的一把锤子。李娜坚持带上一些药品，虽然我们都觉得那些药对感染者没用。万一路上遇到受伤的正常人呢？他说李娜的善良有时候让我佩服，有时候让我担心。在这种世界里，善良往往是致命的奢侈品。上午10点，我们出发了。街上的景象比我想象的更加可怕，到处都是废弃的汽车，有些车里还有尸体。商店的橱窗被砸碎，里面一片狼藉，路上有很多血迹，大部分已经干涸变黑。最让人不安的是那种寂静，一个几10万人的城市，现在安静的像墓地，只有风吹过废纸的声音和我们自己的脚步声。我们选择了一条相对隐蔽的路线，尽量避开主干道。张伟在前面探路，我断后，陈老板和李娜在中间。走了大约1公里，我们遇到了第一批感染者3个，在一个路口游荡，他们的动作很缓慢，似乎在搜寻什么。绕过去。张伟用手势指示我们躲在一辆废弃汽车后面，等他们走远。但其中一个突然停下来，转头看向我们的方向。那一刻，我确信他发现了我们。他没有立刻攻击，而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盯着我们躲藏的地方。然后他张开嘴，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嚎叫。那不是人类的声音，更像是某种动物在召唤同伴。很快，从附近的建筑物里走出了更多的感染者。跑！张伟喊我们撒腿就跑，但那些东西紧追不舍。他们跑得不快，但很有耐心，而且数量在不断增加，就像我们身后跟着一支越来越庞大的队伍。我们跑了3个街区，才在一栋办公楼里甩掉了他们。躲在楼梯间里，我们4个人都在喘气。他们在进化，陈老板说，会呼唤同伴，会协作。这样下去，我们根本到不了东区。李娜担心地说。张伟检查了一下地图，还有3公里，我们必须找到更安全的路线。我提议，地下通道怎么样？这个城市有一个地下商业街，连接几个主要的商业区。如果地下通道还算安全，我们可以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前进很远。值得试试。张伟同意了，地下通道的入口就在附近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下去，用手机的手电筒照明。地下很安静，但到处都是购物者留下的物品，掉落的手提包、散落的商品，还有一些我不想仔细观察的痕迹。我们沿着主通道前进，每走一段就停下来听听有没有异常声音。地下通道很长，分成很多段，我们走了大约半小时，听到前面传来说话声，人类的对话声。我们加快脚步，在拐角处看到了光亮。有人吗？我们听到有人在喊。张伟回应，我们是幸存者，你们是谁？太好了，我们也是幸存者，被困在这里了。我们走过拐角，看到了5个人，3男2女，年龄都在20到40岁之间。他们看起来很疲惫，但状态还算正常。其中一个男人自我介绍：我叫刘强，这是我的团队，我们从西区来，想去东区的避难所。这太巧了，我们竟然遇到了同路人。你们也听说了东区避难所？李娜问。对，我们在对讲机里听到了，说是有20多个人，很安全。这让我们更有信心了。如果有其他人也收到了同样的信息，说明那个避难所是真实存在的。刘翔提议，我们一起走吧，人多力量大。张伟有些犹豫，更多的人确实意味着更强的战斗力，但也意味着更大的目标，更多的资源消耗。但在地下通道里遇到这些人，确实像是天意。我们决定暂时合作，9个人的队伍看起来更有安全感。刘强的团队有2个年轻男人，看起来很强壮，其中一个还带着一根钢管当武器。前面有个出口，可以直接到东区，但我们之前探过路，那里有些麻烦。刘强指着通道深处。什么麻烦？张伟问。有几个感染者堵在出口附近，我们人手不够，一直不敢强行突破。这确实是个问题，在狭窄的地下通道里，战斗空间有限，一旦被围住就很危险。有多少个？陈老板问。大概4、5个，但问题是他们好像在守卫那个出口。守卫这个词让我们所有人都皱起了眉头。如果感染者真的具备了守卫意识，那他们的智能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。我建议我们先去看看情况。 9个人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，越往前走，空气中的味道越浓重，那种甜腻的、腐败的味道让人作呕。在距离出口大约50米的地方，我们停下了。通过手电筒的光线，我们看到了那些感染者，5个就像刘强说的，但他们的排列方式很奇怪，不是随意游荡，而是有组织地分布在出口的各个方向。妈的！
他们真的在守卫。张伟低声咒骂，更可怕的是，其中一个感染者似乎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，他转过头，直直地看向我们躲藏的方向，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我们所有人都心惊的动作，他举起了手，指向我们，其他感染者立刻看向他指的方向。他们在交流。李娜颤抖着说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感染了，这些东西正在变成某种新的物种，具备了人类的智能，但失去了人类的道德。怎么办？刘强团队中的一个女人问，我们有2个选择，强行突破或者寻找其他路线。强行突破意味着战斗，在狭窄的通道里，我们可能会有伤亡。寻找其他路线意味着绕路，消耗更多时间和体力，而且不确定能否找到安全的出口。正在我们犹豫的时候，意外发生了。刘强团队中那个带钢管的年轻人突然冲了出去，我来解决他们。他喊着，挥舞着钢管冲向那些感染者。回来！刘强想阻止他，但太晚了。年轻人确实很勇敢，也很强壮。他的第一击就击中了一个感染者的头部，那东西立刻倒下了。但其他感染者的反应速度出乎我们的意料，他们没有像之前那样盲目攻击，而是有策略地包围了年轻人。一个从正面吸引注意力，另外2个从侧面包抄。年轻人很快就陷入了困境。我们必须帮他。李娜说着就要冲出去，但张伟拉住了他。等等，先看看情况。我知道张伟在想什么，在这种环境下，鲁莽的救援可能会害死更多人，但眼睁睁看着一个人被感染者撕碎，也不是我们能接受的。最终，刘强做出了决定，他带着他的另一个队员冲了出去。战斗在狭窄的通道里展开，9个人对抗5个感染者，从数量上看我们占优势，但感染者的力量和反应速度都超出了正常人类的范围。我握着锤子加入了战斗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感染者，我才真正理解了他们的可怕。他们的力气大得惊人，而且完全不怕疼痛。我用锤子砸中一个感染者的肩膀，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反而更加疯狂地攻击我。李娜在后面用找到的一根铁棍帮忙，陈老板负责保护他。战斗持续了大约10分钟，我们最终获胜了，但代价很大。带钢管的年轻人受了重伤，胳膊被感染者咬了一口。刘强团队的另一个男人脸上有几道爪痕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都暴露在感染者的体液中。我们被感染了吗？李娜担心地问，这个问题没人能回答。我们不知道这种病毒是如何传播的，也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会发作。受伤的年轻人坐在地上，看着自己胳膊上的伤口。我觉得有点发烧。所有人都看着他，如果他真的被感染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又是一个道德选择，抛弃他还是带着他？刘强蹲在年轻人身边。小王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头有点晕，胃里不舒服。小王的声音很虚弱。刘哥，如果我真的感染了，别说这些。刘强打断他，我们会照顾你的。但我看到刘强眼中的恐惧，他也知道带着一个可能的感染者意味着什么。张伟把我拉到一边，我们不能带着他，但他救了我们，这不是感恩的时候。如果他真的感染了，会害死我们所有人。我知道张伟是对的，但看着小王痛苦的表情，我又于心不忍。这种选择在末日里每天都在发生，道德与生存，人性与理智。最后，刘强团队中的一个女人提出了建议，我们给他一些药和食物，让他自己决定。这是最残忍的善良。小王明白这意味着什么，他笑了笑，那是一个很苦涩的笑容。我理解，你们走吧，我自己想办法。小王，刘强的声音哽咽了。刘哥，照顾好其他人。小王挣扎着站起来。还有，如果我真的变了，记得给我一个痛快的。我们留给了他一些食物和水，还有一把刀，然后我们离开了。走出地下通道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小王坐在黑暗中孤独的身影让人心碎。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在末日里，死亡有时候比活着更容易。地面上的阳光刺眼，得让人流泪。我们8个人站在陌生的街道上，每个人都在想着刚才发生的事情。我们做对了吗？李娜问，没人回答，因为在这种世界里，对错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只有活着和死去。小王的选择让我明白了一件事，有时候给别人选择的权利，就是最大的尊重。我们没有抛弃他，也没有强迫他离开，我们给了他选择的机会，但那种选择是如此残酷，以至于我至今还会梦到他坐在黑暗中的身影。后来我们再也没有收到他的消息，我不知道他是死了，还是变成了那些怪物中的一员，也许不知道是最好的。东区避难所并不存在，这是我们花了3个小时走过半个城市废墟后得出的结论。对讲机里给出的地址指向一个商业广场，我们满怀希望地赶到那里，却发现整个广场空无一人，只有几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和到处都是的血迹。妈的，被骗了！张伟踢了一脚地上的垃圾，刘强蹲在地上用手抱着头。20多个人，怎么可能凭空消失？我环顾四周，这里确实有人生活过的痕迹，临时搭建的帐篷，生活的痕迹，甚至还有一些没吃完的罐头。他们可能搬走了。李娜试图保持乐观，但陈老板摇摇头。看那些血迹的颜色，这里发生过战斗，而且是最近的事。我检查了一下现场，发现了更多细节弹壳、破碎的武器，还有一些我不想仔细辨认的人体组织。这里发生过屠杀，而且从现场情况看，屠杀者和被屠杀者都是人类，不是感染者干的。什么意思？刘强抬起头，感染者不会使用枪械，也不会这么有组织。
这是人类之间的战斗。这个结论让所有人都沉默了。感染者我们还能理解，毕竟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了。但人类之间的相互屠杀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文明的彻底崩塌，意味着在这个新世界里，人类可能比怪物更可怕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刘强团队中的一个女人问，她叫小芳，看起来30多岁，一直很安静。我们现在有8个人，食物只够1天，而且不知道下一个安全点在哪里。先找个地方过夜，张伟说，然后想办法联系其他幸存者。我们选择了广场附近的一栋办公楼，楼不高，只有6层，但位置不错，可以观察周围的情况。在楼里搜索时，我们发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，几瓶水，一些过期的零食，还有一台收音机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在顶楼发现了一个业余无线电台。这东西还能用吗？李娜问刘强，检查了一下设备。应该可以，我以前玩过这个。如果无线电台能工作，我们就能联系到更远距离的幸存者，甚至可能联系到官方的救援队伍。刘强花了1个小时调试设备，终于收到了信号，但收到的不是我们希望听到的内容。官方已经撤离到安全区域，市区被列为污染区，禁止任何人进入或离开。重复，官方已经撤离。这是一条自动播放的录音，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内容。我们被放弃了，官方没有救援计划，没有安全区域，没有希望。我们被困在一个被标记为污染区的城市里，要么死去，要么想办法自救。还有其他信号吗？陈老板问刘强，继续调频，收到了一些零散的民间信号。南区还有幸存者，需要医疗支援。食物短缺，有人能帮助吗？我的孩子发烧了，求求你们。这些信号充满了绝望和恐惧，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坟墓，里面还有一些没死透的人在呻吟。但其中一个信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这里是北区工业园，我们建立了安全区域，欢迎所有幸存者。重复，北区工业园安全区域。又是一个避难所信息。小芳说，我们还要相信吗？刘强试图回应那个信号，但没有收到回复。至少是个方向。他说，我们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但张伟不同意。我们刚被骗了一次，难道要再去冒险？那你说怎么办？继续躲在这里，等着食物吃完。2个人开始争吵，声音越来越大。我意识到团队内部开始出现分歧，在压力和绝望的环境下，人们很容易失去理智，开始互相指责。安静点。我制止了他们，我们需要冷静讨论。但争吵已经开始了。刘强坚持要去北区工业园，认为那是我们唯一的希望。张伟认为我们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建立据点，等待情况好转。陈老板支持张伟，认为四处奔波太危险。李娜和小芳没有明确表态，但看起来更倾向于尝试联系北区。剩下的2个人，刘强团队的另一个男人和女人，当然支持刘强。我们8个人分成了2派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这种分歧在第2天变得更加严重。早上起来，我们发现食物又少了一些，不是被消耗了，而是有人在夜里偷吃了一些。谁干的？张伟质问，没人承认。但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之间的信任彻底破裂了。每个人都开始提防其他人，担心自己的食物被偷，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。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李娜说，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团结，还怎么在这个世界生存？但信任一旦破裂就很难修复，尤其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。下午分裂正式发生了。刘强宣布他要带着他的人去北区工业园。谁愿意跟我们一起走？他问小芳，选择跟着刘强。李娜犹豫了很久，最后选择留下。我们曾经是一个团队。他对刘强说，现在却要分道扬镳。没办法。刘强的表情很复杂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分歧就是死亡。与其一起死，不如分开试试。我理解他的想法，但还是觉得很遗憾。我们好不容易聚集了8个人，现在又要分散成2个小团体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人数就是生存的保障，但理念的分歧让合作变得不可能。刘强他们带走了一半的食物和水，还有无线电台。我们4个人，我张伟、陈老板、李娜留在办公楼里，重新规划生存策略。我们做对了吗？李娜问这个问题，她问了很多次，但从来没有答案。至少我们还活着。张伟说，但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如果只是为了多活几天，那和那些感染者有什么区别？晚上我站在楼顶看着城市的夜景，这个曾经灯火辉煌的城市，现在一片黑暗，只有零星的几点光亮，像是快要熄灭的星星。每一点光亮可能都代表着一个幸存者，一个像我们一样在黑暗中挣扎的人。但我们之间没有联系，没有合作，只有孤独和恐惧。人类正在一个一个的消失，文明正在一点一点的消散。也许这就是末日的真正含义，不是突然的毁灭，而是缓慢的腐朽。第3天，我们收到了刘强的信号，信号很弱，充满杂音，但我们还是听清了核心内容。北区工业园确实存在，但那里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。这里确实有人，但是他们要求所有新来的人必须服从他们的规则，否则……信号中断了，我们再也没有收到刘强的消息。你觉得他们怎么样了？李娜问我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也许他们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，也许他们遇到了麻烦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不会知道真相了。这就是末日的残酷，你永远不知道那些离开的人发生了什么，就像他们永远不知道你的结局一样。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是永别，每一个选择都可能是生死抉择，而我们只能在不确定中前行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，即使那光明可能只是幻象。写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起了一个哲学问题，在极端环境下，团结和分歧哪个更可怕？答案是都很可怕。团结意味着要妥协，要承担其他人的风险，
分歧意味着要孤独，要失去安全保障。但最可怕的是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，直到很久以后，甚至永远不知道。我们4个人在办公楼里又坚持了1个星期。这1个星期里，我们像原始人一样生活，用雨水洗脸，吃过期的零食，轮流守夜，互相猜疑。文明的外壳在一点一点剥落，露出里面赤裸的兽性。第8天，我们遇到了真正的考验。那天下午，张伟在楼下搜寻物资时，发现了一个孩子，一个大约7、8岁的小女孩躲在楼下超市的柜台后面，瑟瑟发抖。她的衣服很脏，脸上有泪痕，但看起来没有感染的症状。叔叔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小女孩哭着说：“我爸爸妈妈都变成怪物了。”张伟把她带了上来，看到这个孩子，李娜立刻红了眼眶。可怜的孩子，你受苦了。她要给孩子食物和水，但被陈老板制止了。等等，我们先确认他没有感染。这话让李娜很愤怒。他只是个孩子，正因为是孩子，才更危险。张伟说：“如果他被感染了，我们根本不忍心。”他没说完，但我们都明白，杀死一个成年感染者已经够困难了，杀死一个孩子，那会彻底摧毁我们的人性。小女孩似乎听懂了我们的对话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我没有生病，真的没有。叔叔阿姨，求求你们不要丢下我。李娜心软了，给了孩子一些水和饼干，但陈老板和张伟的表情很严肃。晚上我们4个人开了个会，讨论这个孩子的问题。李娜坚持要留下他。我们不能丢下一个无辜的孩子。张伟反对，一个孩子会消耗我们的食物，降低我们的行动速度。如果遇到危险，我们还要保护他。那又怎样？李娜激动起来。难道我们要变成那些怪物一样冷血？这不是冷血的问题，陈老板说，这是生存的问题。我们的食物只够4个人再撑3天，加上他只能撑2天。我坐在一边听着他们争论，心里很矛盾。理智告诉我，张伟和陈老板是对的。在这种环境下，额外的负担可能会害死所有人。但感情告诉我，李娜也没错。如果我们连一个孩子都救不了，那我们和那些怪物还有什么区别？让我去和他谈谈。我说小女孩叫小雨，今年8岁，父母在感染事件爆发，第2天就感染了。她一个人躲在家里，靠着一些零食和自来水撑到现在。小雨，你为什么不去找其他大人帮忙？我问。我找过。小雨的眼睛里有种不属于她这个年龄的成熟。但是好人都死了，坏人都变坏了。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沉。一个8岁的孩子竟然已经学会了区分好人和坏人，学会了不信任任何人。小雨，你愿意跟着叔叔阿姨一起走吗？路上可能会很危险。我不怕危险。他很认真地说。我只怕一个人。看着他清澈的眼睛，我做出了决定。我们带着他。我对其他人说。李维，你疯了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我们还是人类。李娜支持我的决定，但陈老板和张伟强烈反对，争论持续了1整晚。最后张伟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沉默的话：如果因为这个孩子，我们所有人都死了，谁来为他负责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，但第2天早上，我们还是决定带上小雨，不是因为我们想通了，而是因为我们不忍心把她一个人留下。有时候，人性比理智更强大，即使这种人性可能会杀死我们。第9天，我们开始转移，食物已经不够了，必须寻找新的据点。5个人的队伍移动缓慢，小雨的腿短，走不快，我们经常要停下来等她。我们这样下去会被发现的。张伟抱怨他是对的，街上的感染者越来越多，而且他们似乎变得更加敏感，任何声音都可能引来一大群。上午11点，我们在一个废弃的药店里休息，陈老板去搜寻有用的药品，李娜照顾小雨，我和张伟在门口警戒。你后悔吗？张伟问我。什么？带上他。我看了看在角落里默默喝水的小雨，摇摇头。不后悔，即使他可能害死我们，至少我们是作为人类死去的。张伟苦笑。你的理想主义会害死我们所有人。也许他是对的，但如果活着的代价是失去人性，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下午2点，我们遇到了其他幸存者，3个男人看起来很强壮，但眼神很凶恶，他们堵住了我们的去路。交出你们的食物和水！领头的男人说。我们没有多少。张伟试图解释。少废话，都交出来！这是纯粹的抢劫，在文明世界里，这种行为会受到法律制裁，但现在没有法律，没有警察，只有拳头大的规则。李娜试图谈判。我们可以分一些给你们。分？那个男人笑了。你们以为现在还是什么和谐社会？要么交出所有东西，要么死。他们有刀，我们也有，但他们3个人都很强壮，而我们有个孩子要保护。我对张伟说。给他们。什么？给他们食物。我们的命比食物重要。张伟很不甘心，但还是把我们仅剩的一些食物交了出去。那3个人拿到东西后，并没有立刻离开。领头的男人看着小雨，眼中闪过一丝邪恶的光芒。这个小丫头不错，留下她。我的血一下子就涌到了头顶。不可能，你没有选择的权利。那个男人拔出了刀。要么留下她，要么你们全死。这一刻，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真正的邪恶，不是那些失去理智的感染者，而是这些完全清醒却选择作恶的人类。张伟把小雨护在身后，李娜站在我旁边，陈老板握紧了手中的锤子。我们4个人面对3个强盗，胜算不大，但有些事情比生存更重要。想要他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我说，领头的男人笑了。
我成全你。战斗开始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和人类战斗，和那些曾经和我一样的普通人拼命，比对抗感染者更残酷，因为他们有智慧，有策略，知道如何造成最大的伤害。我用锤子砸中了一个人的手臂，他发出一声惨叫，松开了手中的刀。张伟和领头的男人在搏斗，两个人都挂了彩。陈老板试图保护李娜和小雨，但另一个强盗已经冲向了他们。就在这时，小雨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，他拿起地上的一块砖头，用尽全身力气砸向那个冲向李娜的男人。砖头砸中了他的后脑勺，那个人立刻倒下了。一个8岁的孩子为了保护我们，选择了杀死一个成年人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我趁机解决了受伤的那个强盗，张伟也制服了领头的男人。战斗结束了，但代价很大。张伟受了重伤，肩膀被刀子划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。陈老板的脸上有几道爪痕，我的左臂可能骨折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小雨杀了人。他坐在那个死人旁边，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双手。我杀了人。他说，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让人害怕。李娜抱住他，你是在保护我们，你没有错。但小雨摇摇头。妈妈说过，杀人是不对的。我蹲在他面前，小雨，有时候为了保护重要的人，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他看着我，眼中有种我读不懂的东西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我们失去了什么。我们失去了一个8岁孩子的纯真，他被迫成长，被迫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，而这种成长是不可逆的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他再也不是一个普通的8岁孩子了，他是一个在末日中生存的战士，即使他自己并不想成为这样的人。晚上，我们在一个废弃的诊所里过夜，张伟的伤口很深，需要缝合。李娜找到了一些医疗用品，但她不是医生，只能做简单的处理。会留疤吗？张伟问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留疤是最不重要的事。陈老板说，我们用找到的抗生素给张伟服用，希望能预防感染。小雨一直很安静，坐在角落里不说话。他没事吧？李娜担心地问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杀死一个人，对成年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心理创伤，何况是一个8岁的孩子。但在这个世界里，这种创伤是必须承受的，因为不承受就意味着死亡。小雨，我叫他，他抬起头看着我。你今天很勇敢。我不想勇敢。他说，我只想回家。我们都想回家，但现在我们就是彼此的家人。他点点头，但眼中还是有种说不出的悲伤。那天晚上，我第一次开始怀疑我们的选择。带上小雨是对的吗？让一个8岁的孩子承受这种痛苦，真的是在拯救他吗？还是我们只是在满足自己的道德需求，而让他承受了不该承受的重担？这些问题折磨着我，让我整夜难眠。但第二天早上，当小雨主动帮我们收拾东西，当他坚强地跟着我们继续前行时，我知道我们的选择是对的，不是因为我们拯救了他，而是因为他拯救了我们。他让我们保持了人性，即使这种人性是有代价的。写小雨杀人的那一段时，我停下来哭了，不是因为那个强盗的死亡，而是因为一个孩子的纯真被残酷地剥夺了。在末日里，最可怕的不是死亡，而是被迫成长。那些孩子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父母，失去的不仅仅是家园，失去的是他们本该拥有的童年。小雨后来变得很沉默，很少笑，但他活下来了。也许这就够了，也许在那种世界里，活着本身就是奇迹。我们在城市里游荡了半个月，半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目睹了文明的彻底崩塌，超市被洗劫一空，医院变成了屠宰场，学校成了感染者的巢穴。那些曾经代表秩序和希望的建筑，现在都成了死亡的象征。我们像野狗一样在废墟中寻找食物，像老鼠一样在下水道里躲避危险。人类的尊严在一点一点地被剥夺。第15天，张伟的伤口感染了，抗生素早就用完了，伤口开始化脓，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味道。我可能撑不了多久了。他躺在一个废弃仓库的角落里，脸色苍白如纸。李娜试图帮他清理伤口，但感染已经扩散到了血管里，需要专业的医疗救治。他说，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。小雨坐在张伟身边，用他的小手为他擦汗。张叔叔，你会好起来的。他说。张伟强挤出一个笑容。小雨真乖。但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在强撑，高烧让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，开始说胡话。夜里他突然抓住我的手。李维，如果我变成那种东西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我知道他的意思，如果感染扩散到大脑，他可能会变成感染者，到时候我们必须杀死他。你不会的。我说。你答应我。他的眼神很坚定。不要让我想伤害小雨。我点了点头，心里却希望永远不要到那一步。第17天，张伟开始出现感染者的早期症状，体温超过40度，意识模糊，开始攻击靠近他的人。我们不得不把他绑起来，看着曾经的同伴被绳子绑在柱子上，像野兽一样挣扎，这种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。我们必须做决定了。陈老板说。李娜摇头。再等等，也许他会好转。但我们都知道，没有人能从这种感染中恢复。小雨走到张伟面前，他暂时安静了下来。张叔叔，你还认识我吗？他问。张伟看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清明。小雨，你要小心。然后他的眼神又变得混乱起来，开始低吼。我来做。我拿起了刀。不。李娜挡在我面前。我不能让你背负这个。总得有人做。
最后，我们3个人一起做出了这个决定。我用刀，李娜闭上了眼睛，陈老板抱住了小雨，不让他看到这一幕。张伟死的时候，眼中恢复了短暂的清明。我想他是解脱了，但我们却背负了杀死同伴的罪恶感。即使我们知道这是对的，这种负罪感仍然会折磨我们很久。张伟的死给我们沉重的打击，不仅仅是失去了一个同伴，更是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可能面临同样的结局。今天是他，明天可能就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。食物越来越难找，水源也成了问题。自来水早就断了，我们只能收集雨水，或者去一些被感染者占据的地方冒险取水。第20天，我们遇到了梅子，我的表姐，那个在医院工作的药剂师。我们在一个废弃的超市里相遇，她正在搜寻药品，看到我的那一刻，她愣住了。维维，你还活着？我也很惊讶，3个星期了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。梅子瘦了很多，脸上有伤疤，但精神状态还不错。你一个人吗？我问，她点点头。我的同事都没了。我介绍了陈老板、李娜和小雨。梅子看到小雨时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这孩子，他叫小雨，我们在路上遇到的。梅子蹲下来仔细观察小雨的眼睛和皮肤。他没有感染的迹象。她说，但你们知道带着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吗？我们知道。李娜回答。但我们不能抛弃他。梅子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知道一个地方可能还算安全。什么地方？市郊的一个养老院，建筑很坚固，有围墙，还有备用发电机。这听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是有个问题。梅子继续说，那里已经有其他幸存者了，而且他们不太友善。又是其他幸存者，我们已经学会了对人类比对感染者更加警惕。多少人？陈老板问。大概7、8个，都是男性，看起来很凶恶。他们把养老院当成了自己的领地，不欢迎外人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去？因为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东西。梅子的表情很严肃。药品、食物，还有武器。在这种环境下，这些东西比黄金还宝贵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我问。梅子看了看小雨，又看了看李娜。有，但可能有些不道德。他的计划很简单，也很残酷。那群占据养老院的男人最缺少的就是女性。如果李娜假装愿意加入他们，我们就能获得进入养老院的机会，然后趁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夺取控制权。你让李娜去冒险？我反对，这太危险了。我知道很危险，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梅子说，而且我会保护她的。李娜考虑了很久，最后同意了。为了小雨，她说，为了我们所有人。我很担心，但也知道这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我们的食物只够2天了，必须尽快找到新的据点。第22天，我们来到了养老院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建筑群，有3层楼高，周围是3米高的围墙。从外面看确实很坚固，很安全，但围墙上有人在巡逻，手里拿着弩箭和长矛。谁在那里？巡逻的人发现了我们。梅子上前回话，我们是幸存者，希望能加入你们。女人？那个人明显兴奋起来。等着，我去叫老大。很快，一个看起来40多岁的男人出现在围墙上，他的眼神很凶恶，脸上有刀疤。你们从哪里来？他问。市中心。梅子回答。那里已经不安全了，我们需要一个地方过冬。刀疤男打量着我们，目光在李娜身上停留了很久。你们有什么可以交换的？这个女人。梅子指着李娜。她愿意留下来为你们服务。我听到这句话心里很不舒服，即使这是计划的一部分，即使李娜同意了，这种交易还是让我觉得我们在出卖自己的灵魂。刀疤男明显很感兴趣。他愿意。李娜点点头。我愿意。那其他人呢？他们可以离开，或者在外面自生自灭。梅子说，我们的计划是我和陈老板先离开，然后找机会潜入养老院，小雨会跟着李娜进去，因为一个孩子不会引起太多怀疑。成交。刀疤男说，但是有规矩，这个女人必须遵守我们的所有规定，不能反抗，不能逃跑，违反规矩的后果你们知道。李娜再次点头，我看着她坚定的表情，心里既佩服又心疼。为了我们的生存，她愿意承受这种屈辱，这种牺牲让我更加确信我们必须成功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，更是为了不辜负她的牺牲。养老院的大门打开了，李娜带着小雨走了进去，我和陈老板假装离开，但实际上躲在附近观察情况。梅子也进去了，她的任务是照顾李娜和小雨，确保他们的安全。夜幕降临后，我们开始行动。养老院的围墙虽然高，但不难翻越。我和陈老板从后院潜入，避开了巡逻的人。建筑内部比我想象的要复杂，有很多房间和走廊，我们必须找到李娜他们，然后制定下一步计划。但很快我们就发现情况比预期的更糟糕。那群男人不仅仅是占据了养老院，他们还在这里做着更可怕的事情。地下室里关着几个女人，状况很糟糕。其中一个房间里有一具还没完全腐烂的尸体，这不是感染者的尸体，而是被谋杀的普通人。我意识到我们陷入了比想象中更危险的境地。这些人不仅仅是粗暴的幸存者，他们是真正的恶魔，而李娜和小雨现在就在他们手中。我必须尽快找到他们。在2楼的一个房间里，我听到了小雨的哭声，很轻微的哭声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捂住了嘴。我和陈老板交换了一个眼神，小心翼翼地接近那个房间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了让我愤怒到发狂的一幕：李娜被绑在椅子上，嘴被胶带封住，小雨蜷缩在角落里，身上的衣服被撕破了。刀疤男站在房间中央，手里拿着一把刀。别哭了，小丫头。他对小雨说。
哭也没用，这里没人能救你们。他转向李娜。至于你，既然答应为我们服务，就该有个服务的样子。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踢开门冲了进去，手里的锤子直接砸向刀疤男的脑袋。他反应很快，侧身躲开了，但还是被擦伤了肩膀。有入侵者！他大喊陈老板冲进来帮我，但很快其他人也赶到了，房间里立刻变成了战场。这些人确实很凶恶，而且配合默契，他们显然不是普通的幸存者，更像是某种组织的成员。我拼命保护李娜和小雨，但寡不敌众。就在我们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梅子出现了，他手里拿着一把手枪，连续开了几枪，在枪声中2个敌人倒下了，其他人开始后退。快走！梅子喊我解开李娜的绳子，抱起小雨，我们4个人向外冲去，但养老院里的人显然不打算放过我们，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，还有人用弩箭射击，一支箭擦过我的脸颊，留下了一道血痕。我们跑到1楼的时候，发现大门已经被堵住了。这边，梅子指向一扇窗户，我们撞破窗户跳了出去，但外面还有人在等着，这是一个陷阱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我们活着离开。分散跑。我喊梅子拉着李娜向左跑，我抱着小雨向右跑。陈老板殿后在混乱中，我们失散了。我抱着小雨躲进了附近的树林，但身后的追兵还在继续。小雨在我怀里发抖。李维叔叔，李娜阿姨会没事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分散逃跑是最好的选择，但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彼此了。我们在树林里躲了一整夜，天亮的时候，追兵的声音终于消失了，但我们也彻底迷路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小雨开始发烧，不是感染的症状，而是普通的感冒。但在这种环境下，感冒也可能是致命的。我没有药，没有食物，甚至没有干净的水。只有我和一个生病的8岁孩子在陌生的树林里等死，这是我最绝望的时刻，比面对感染者更绝望，比失去同伴更绝望。因为我意识到，我可能救不了这个孩子，而他是我们保持人性的最后希望。李维叔叔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小雨问我，他的脸通红，呼吸很急促。不会的，我抱紧他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但我知道这只是安慰，在这种条件下，我能做的很有限。第24天，小雨的烧更严重了，他开始说胡话，叫着爸爸妈妈的名字。我试图用树叶收集露水给他降温，但效果很微弱。李维叔叔，他在半昏迷中抓住我的手。如果我死了，你不要伤心。你不会死的。我知道我会死。他的声音很微弱。但是你要活下去。要替我活下去。一个8岁的孩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安慰我，这种成熟让我心碎。他本应该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，应该在学校里学习，在家里撒娇，但这个世界剥夺了他的一切，包括做孩子的权利。第25天的凌晨，小雨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我知道时间不多了。小雨，你想听故事吗？我问他，他微微点头。我给他讲了一个童话故事，关于一个勇敢的小公主在黑暗的森林里寻找光明。故事的结尾，小公主找到了光明，拯救了整个王国。李维叔叔，我也是小公主吗？小雨问。是的，你是最勇敢的小公主。他笑了，那是他在这个残酷世界里的最后一个笑容。然后他闭上了眼睛。我抱着他的尸体哭了很久，不仅仅是为他的死亡而哭，更是为我们失去的希望而哭。他是我们团队里最纯真的存在，是我们保持人性的象征。现在他死了，我们还剩下什么？我们还是人类吗？我用手挖了一个小坑，把小雨埋了。没有墓碑，没有鲜花，只有一个孤独的小土堆。但我在他的坟前发誓，我要活下去，我要为他活下去，我要让这个世界重新变好。即使我不知道这个誓言意味着什么，即使我不知道该怎么实现它，但这是我对他的承诺，也是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。第26天，我一个人离开了树林。我不知道李娜他们怎么样了，不知道这个城市还有多少幸存者，不知道我该去哪里，但我必须继续走下去，因为小雨说过要替他活下去。因为在这个绝望的世界里，只要还有一个人保持着希望，人类就没有完全失败。即使这个希望微弱的像风中的蜡烛，即使这个世界已经不值得拯救，但我还是要试试。为了小雨，为了所有死去的人，为了人类最后的尊严，写小雨死亡的那一段。我哭得无法继续，不是因为情节需要，而是因为我想起了所有在灾难中失去童年的孩子们，他们被迫成长，被迫面对残酷的现实，被迫失去本该拥有的纯真。小雨的死标志着我彻底的绝望，但也标志着我重新开始的决心。有时候只有在失去一切之后，我们才能找到继续前行的理由。小雨给了我这个理由，他让我明白，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，我们也不能放弃希望，因为放弃希望就是放弃了我们身为人类的最后一点尊严。我在废墟中游荡了10天，像个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，食物吃完了，水也没有了，但我不在乎。小雨的死击垮了我最后的精神支柱，我开始怀疑这种苟延残喘的意义，怀疑人类是否真的值得继续存在。第36天，我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里遇到了陈老板，他瘦得不成人样，衣服破烂不堪，但还活着。看到我的那一刻，他的眼中闪过惊喜，然后是深深的悲伤。小雨呢？他问我，摇摇头，不想说话。他理解了，沉默地坐在我旁边。李娜和梅子呢？我问。不知道。他的声音很沙哑。分散后就再也没见过。我们2个人坐在加油站的废墟里，看着外面阴沉的天空。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如此陌生，如此绝望。我们还要继续吗？陈老板问。这是个好问题。继续什么？继续在这个没有希望的世界里挣扎，继续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。不知道。我说。但就在这时，我们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有人吗？这里是李娜，有人收到吗？是从一台废弃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。
陈老板立刻冲过去调试设备。李娜，李娜，你在哪里？陈老板，收音机里传来激动的声音。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维维呢？我接过话筒，我在这里。维维，李娜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小雨呢？小雨怎么样？我沉默了很久，最后还是说出了实话。他死了。收音机里安静了很长时间，然后传来李娜压抑的哭声。他是怎么死的？发烧，我救不了他。又是长时间的沉默，最后李娜说：维维，你要坚持住。我找到了一个地方，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什么地方？一个军事基地的废墟。梅子说那里可能还有官方留下的物资，甚至可能有撤离的方法。军事基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这听起来像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在哪里？陈老板问李娜报出了一个位置，距离我们大约20公里。但是有个问题，他继续说，那里有很多感染者，而且他们似乎在守卫那个基地。又是感染者的守卫行为，这证明他们的智能还在继续进化，已经具备了战略思维。我们该怎么办？我问。我有个计划，但需要我们所有人配合。还有，他停顿了一下，可能需要有人做出牺牲。牺牲这个词在过去的1个月里我们听得太多了，张伟的牺牲，小雨的牺牲，还有那些我们不知道姓名的幸存者的牺牲。说说你的计划。我说，李娜的计划很简单，也很冒险。军事基地有3个入口，正门、侧门和后门。感染者主要集中在正门，那里有最多的物资。如果我们从3个方向同时进攻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就有可能突破防线。但这意味着我们要分成3组，每组都要面对大量感染者，而且为了确保至少有1组能成功进入基地，其他2组可能要做出最大的牺牲。谁去正门？陈老板问。正门是最危险的，那里的感染者最多，生还几率最小。我去。我说不行。李娜反对。薇薇，你已经失去了小雨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正因为失去了小雨，我才要去。我说，如果这次行动能成功，如果我们真的能找到撤离的方法，那他的死就有意义了。这个理由说服了所有人，不是因为它合理，而是因为我们都需要相信，那些死去的人的牺牲是有意义的。我们约定第2天中午在基地附近会合。第37天，我们重新聚在一起。梅子看起来状况还不错，甚至找到了一些药品和武器。李娜消瘦了很多，但精神状态很坚定。看到我们重新聚集，我想起了1个月前的那个小团队，那时候我们有8个人，现在只剩下4个，但我们还活着，还在战斗。军事基地比我想象的要大，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，被高墙围绕着。从外面看，确实有很多感染者在里面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们的行为很有组织，有的在巡逻，有的在守卫特定区域，有的似乎在搬运什么东西。他们在做什么？陈老板问。不知道。梅子用望远镜观察。但这些感染者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聪明。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这些感染者虽然保持着一定的智能，但他们的身体状况比早期的感染者要差，皮肤更加苍白，动作更加僵硬，有些甚至开始腐烂。他们在退化。我说。什么意思？李娜问。身体在退化，但智能在进化，他们可能正在变成某种新的物种。这个发现让我们更加紧张。如果感染者真的在进化成新物种，那人类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。我们必须在他们完全进化之前找到解决方案。下午3点，我们开始行动。我从正门进攻，李娜和梅子从侧门，陈老板从后门。计划是同时发动攻击，在混乱中寻找机会进入基地核心区域。我走向正门的时候，心里很平静。也许是因为小雨的死让我看开了，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。无论如何，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正门口有10几个感染者。他们看到我的时候没有立刻攻击，而是相互交流了一下，然后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包围我。我拿出武器准备战斗，但就在这时，听到了从侧门和后门传来的爆炸声。李娜他们开始行动了，感染者们立刻分散开来，一部分支援其他方向，一部分继续对付我。我趁机冲向基地内部。基地里面的情况比外面更复杂，到处都是军用设备的残骸，还有一些我认不出的实验设备。地上有很多干涸的血迹，墙上有弹孔和爪印。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。我按照李娜提供的地图寻找指挥中心。如果这里真的有撤离方案，应该就在指挥中心的电脑里。但通往指挥中心的路被一群感染者堵住了，而且这些感染者看起来不太一样，他们穿着军装，身材高大，动作协调。更可怕的是，其中一个感染者手里拿着枪，他知道如何使用武器。我意识到这些可能是军人感染后的变异体，他们保留了战斗技能，但失去了人性。战斗开始了，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困难的战斗。这些军人感染者不仅力量强大，而且具备战术思维，他们会配合，会设陷阱，甚至会使用掩护。我在走廊里跟他们周旋，利用地形优势避开他们的攻击，但我的武器有限，体力也在快速消耗。就在我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李娜出现了，她从侧门成功突破，带着梅子赶来支援。指挥中心在哪里？她问。前面，但被堵住了。梅子掏出几颗手榴弹，我来清路。爆炸声在走廊里回响，几个感染者被炸倒了。我们趁机冲向指挥中心，但拿枪的感染者还在抵抗。他的射击很准，我们不得不躲在掩体后面。我来解决他。我说。太危险了。李娜拉住我，有人必须去。我冲出掩体，直接扑向那个感染者。子弹擦过我的肩膀，留下一道血痕，但我成功接近了他，用刀刺穿了他的胸膛。他倒下了，但在最后一刻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我读不懂的情绪。